苏小满，老子最后给你1晚上的时间，明天早上8点，10万块钱要是不到账，这店里的炸锅、冷库，哪怕是你头上这根头绳，老子全给你搬空抵债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辛辛苦苦攒了3年前加盟的这家店，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杀猪盘。10万块，我上哪儿去编10万块啊？这哪里是炸鸡，这明明是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少帅，城里的战马全杀光了，树皮也啃秃了，将士们已经3天没吃过1粒米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用敌军攻城，咱们全得饿死在这定北城里。朝中奸佞当道，故意克扣粮草，这是要将我与麾下10万铁血将士活活逼死在这冰天雪地里。我霍风龙，就算战死沙场，也绝不饿死在自己的军帐里。妖术！谁？偷鸡贼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儿都有监控的啊！这是在玩 cosplay， 还是剧组出车祸了？大胆妖女，竟敢用幻术掳走本帅！完了，这年头偷鸡贼都这么嚣张，还入戏这么深吗？我说大兄弟，想吃鸡腿直说啊，拔剑干什么？看着怪吓人的。堂堂大剑战神，竟然在妖女面前复命如雷。唉，行了行了，把你的破铜烂铁收起来吧。看你这饿死鬼投胎的样子，也是个可怜人。出来吧，冷库里零下18度，再待下去你没饿死，就先冻死了。妖女，你这妖府到底是何地？这发光之物，莫非是9天之上的神石？滚油！你竟用酷刑烹煮食物，此等残暴之法，简直骇人听闻。大前连年大旱，普通百姓不知肉味，这妖女竟用整整1锅滚沸的极品清油去炸1块鸡肉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没文化真可怕，这叫生炸所知，懂不懂？把剑放下，你再拿那玩意儿指着我，我就把鸡腿扔垃圾桶里。太香了，这股香味竟比大前御膳房里熬了3天3万的8宝野鸭还要香上100倍。这就对了嘛，死磕什么呀？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喏，吃吧，小心烫。为了10万将士，我必须活下去。这究竟是何等仙品？
光吃炸鸡太干了，来尝尝我们店里的招牌快乐水。大钱的汤比黄金帮还贵，这液体竟蕴含着如此排山倒海的极甘甜。仙露，此乃真正的洗髓仙露。苏神女，这等能瞬间起死回生、补充体力的炸鸡鲜粮，你这里还有多少？还有多少？那破冷库里堆了整整300多箱，半个月后就过期了，我正愁怎么处理呢。300多箱，足以让定北城10万将士挺过这最绝望的时刻。苏神女，胭脂斗胆，恳求神女将这300箱鲜粮全部卖于我大钱将士，只要神女开价，胭脂哪怕粉身碎骨，也必将重金奉上。全部卖给你，大兄弟，我这儿可是300箱顶级炸鸡，我要的价码可不低。我明天急需10万块钱救命，你有真金白银来换吗？10万块钱，大前朝的通用货币乃是铜钱、碎银和银票，这10万块究竟是何等天价的计量管位？就是钱，硬通货，只要是值钱的玩意儿，拿来换这300箱炸鸡，统统都行。若只需黄白之物，胭脂虽在绝境，却也能凑出一些。神女明鉴，此乃大前皇室御赐的9蟒赤金代扣，天下仅此一枚。而这2方金印，乃是胭脂3日前斩杀北莽敌国2位大将缴获的虎符金印。胭脂身无长物，不知这3件俗物可否抵那10万之数？好家伙，坠机感才强，这重量1克600，当废金融了也是妥妥的100多万啊！发了！更别提这极为精湛的雕工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古董文物。要是拿到拍卖行去，价值起码再翻个10倍，抵太能抵了。哎呦！啊，真金，比珍珠还真的纯金。成交，大兄弟，不，少帅。从现在起，这冷库里的305箱冷冻张炸鸡，200袋冷冻粗薯条，全都是你的了。10万将士的命保住了，大前朝北境的防线保住了。胭脂待定北军10万英魂，叩谢神女救命之恩。300箱鲜粮，胭脂必须在天亮前全部运回军营。得罪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简直是人形自走起重机啊！少帅，您怎么就这么抛下10万弟兄，独自去了啊？这是传本帅号令，立刻调集亲卫营，在帐外接应。本帅求得了神界鲜粮，今夜全军开饭。如果不是冷库里空空如也的货架，我真的会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极其荒诞的梦。真疼！真想不到，我这破店的冷库居然是个连接古代的时空通道，我这是要发！光有金子可没法直接砸人，我得立刻换成真金白银的钞票。今日国际金价实时大盘，古代赤金手工暂刻工艺的拍卖溢价区间。小姑娘，咱们这儿是做大买卖的典当行，不收什么2手金银首饰、名牌包包。出门左转，
街角有家金店，去那儿吧。我怕街角的金店吞不下我手里的东西。哟呵，口气倒是不小，拿出来瞧瞧吧。老朽在这行干了40年，还没见过什么吞不下的。这是赤金，这么大的分量，这篆刻工艺，这极其霸道的九码纹路，绝不是现代机器能倒模出来的。可是，东西确实是好东西，但这种没了传承谱系的物件儿，这来路怕是不太干净吧？老狐狸想唬我压价，幸亏老娘早早做了准备。老头，少跟我玩古玩行欲擒故纵那一套。第一，这2方印加一块代扣，足足有将近2000克。我早上刚查的国际金价大盘，今天1克620。你店里有测金仪，是不是999的千足赤金一测便知？光是这块金疙瘩的料价，底价就超过了120万。第二，不管历史上有没有大前朝，这极其深厚的包钢，这极其精绝的手工篆刻公式，你比我懂。哪怕它是个没有历史背景的绝世艺术品，只要工艺到顶了，落在那些喜欢收藏重金的暴发户手里，溢价也能翻上几番。行，是老朽走眼了，差点班门弄斧。这东西你想怎么当？活当还是死当？死当，绝不赎回！我要现金，立刻转账。这东西只要拿下，随便找个私人藏家一倒手，利润依然极其可观。姑娘既然是个痛快人，老朽也不藏着掖着。200万死当，这已经是江城极其极品的当价了。200万，看来聚宝斋的财力也不过如此。老头儿，对面街的荣宝阁老板前几天可是放了话，什么货都敢收。我去他那儿看看。哎，别走啊！姑奶奶，有话好商量，你开个10成价。25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而且10分钟之内，我要看到钱躺在我的银行卡里，不行，我立马过街。成交！支宝宝到账人民币250万元整，10万块，老娘现在手里有250万的现金。接下来就是极其舒爽的超能力打脸时刻了。苏小满，8点早就过了，钱呢？小满啊，不是叔不讲情面，你那加盟老板都跑路了，你欠着龙哥10万块钱，又欠了我2个月房租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钱，这店里的设备可就都归龙哥了。你也赶紧收拾铺盖走人吧。龙哥是吧？连本带息10万零5千，账号报过来。你哪来的钱？昨天还穷得要跳楼，这丫头到底哪来的钱？这你管不着，刘叔。我欠你的房租是1万2，不过我今天不想交房租了。怎么有钱还债没钱交租？你想耍赖？不，这破店6月6000的租金我受够了。刘叔，开个价吧，这间铺面连同产权，我今天全款买下来。哥，你是不是受刺激脑子坏掉了？我这间铺面虽然在老城区，但少说也值150万。你拿什么买？拿你后厨那些过期的鸡腿吗？哥，10、100、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250万，这穷酸丫头一夜暴富了。一口价150万，全款马上过户，卖现在就去房管局，不卖我立马搬走。这烂摊子你留着自己玩。能遇到愿意全款买这老破小商铺的冤大头，简直是祖坟冒青烟。卖，苏老板豪气，咱们现在就去签合同。这臭丫头卡里竟然有250万，既然这么有钱，
那10万块钱的债就还得太容易了。签合同。慢着，苏小满，你欠我的本金是10万没错，但那是1天的利息，你拖了整整1个月。按照咱们道上的规矩，利息滚利息，你现在还得再给我拿5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敲诈？老子就是敲诈，你又怎样？今天不把这50万拿出来，信不信老子砸了你的店？我看能把老子。苏守女，燕之有事请教。他们有谁啊？没看我龙哥在说话吗？找死！神女的清修之地，岂容尔等蝼蚁放肆？徒手捏碎红砖，这绝对是隐士门派跑出来的绝世狠人啊！大哥，误会，大哥误会，我们走错门了。心里的那口恶气，总算是彻底烟消云散了。神女，刚才未收助力，没吓到你吧？燕之此次前来是想请教，这铁锅不仅不生火，还发出了奇怪的滴滴惊叫火。燕之怕它炸开伤了将士。用这铁法器给10万大军做饭，少帅，你就是把它熬冒烟了也够不上啊！大军团作战就得用大锅发宽油，这是10桶20升装的现代商用大豆油，你一并带回去，不用搞什么精细烹饪，直接架起大铁锅，等油烧的冒青烟了，把鸡腿扔进去炸。在极度饥饿和严寒面前，碳水和油脂就是最顶级的士气补药。只要熬着饿死城里的大甘军，就能进城敞开抢夺了。大帅，定北城内已经整整2天没有升起过炊烟了。属下断言，霍飞武和他的10万残军，此时恐怕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好，大前第一战神又如何？还不是要被本帅全困死在这冰天雪地里？继续熬，传令下去，不用去拼命攻城。明朝日出，本帅要进去给霍飞龙收尸。下锅！是定北城，小儿是从定北城飘出来的。火灵雨不是断粮了吗？他们哪来的这等绝世真凶？这油水味儿，他们是在……他们没饿死，他们有粮，而且吃的比咱们好100倍。我不打了，我投降！大前的兄弟们，给我一口肉吃吧！站住！临阵脱逃者，军法处置！弟兄们，大帅天天让咱们啃树皮，自己在大帐里吃肉干。现在城里的人吃的比皇帝还香，咱们还围个屁的城，抢了督战营的最后一点口粮，回家！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什么味道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一仗难打了，竟栽在一种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神秘气味上。大前将士听令，吃饱鲜粮，随本帅出城反杀！赢了！我们竟然真的赢了！这一切的奇迹，都源于那扇冰霜之门背后的
苏雨神。少帅，咱们在北莽大营里缴获了呼延出师的帅帐，里面全都是北莽皇室赏赐的金银珠宝，还有极品玉石原石。把所有最顶级的珍宝、金镖君，还有那几把削铁如泥的宝石匕首，全部给本帅装箱，一分为二。本帅要亲自带走，去献给大前真正的救命恩人。接下来就是重新进货，改良配方，做大做强。少帅，这大白天的，您这是？大前定北军托神女赐下仙粮之福，昨夜大破北莽10万大军，大获全胜。我去，真打赢了！虽然300箱炸鸡热量惊人，但真能帮濒死的军队逆风翻盘，这成就感简直爆棚！神女，燕之知道神界繁华，或许看不上这些俗物，但这是燕之目前能拿出的最顶级的战利品，向神女求个诚。看不上？这世界上还有谁会看不上这些东西？随便拿一把宝石匕首去拍卖，或者炸鸡店都能直接开成全国连锁了。少帅客气了，你想求什么承诺？大前虽然解了定北征之威，但连年天灾，国内粮草依然极其匮乏。燕之想请女神成为我大前定北军的独家军粮供应商。这可是一笔极其庞大且长期的买卖，不仅能消化掉我未来所有的库存，还能借着古代那些纯天然无污染的香料，反向升级我现在的炸鸡配方。最关键的是，眼前这个战斗力爆表的大帅哥，简直就是一个自带提款属性的最强保镖啊！成交。不过少帅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做我的独家供应商，除了用这些宝贝结账以外，你还得答应我一个附加条件。神女尽管吩咐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燕之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上什么刀山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我看你身手挺好，力气也大。这几天我的新店刚开张，正缺个能镇场子的保安。你既然要从我这里大批量拿货，平时没战事的时候，就在我店里打工抵债吧。保安是保护神女安危的贴身护卫吗？有我在，这神界之中绝无任何宵小敢动神女一根头发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货大保安，明天早上8点准时上班。老板娘我管饭，炸鸡可乐无限量供送。我的天，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味道？比以前那家破割馍店香了100倍啊！这香味绝了，闻一口，我感觉我能多吃2碗大米饭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排队的人太多，现场全乱套了。货大保安，你老板娘要被急死了，赶紧出来维持秩序。燕之领命。大兄弟，我是让你来当保安维持排队的，不是让你来演战神出征的。你这杀气腾腾的想干嘛？还有，把你这身衣服给我换了，太扎眼了。去后厨换上，这是咱们店的战袍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是此等衣物，短臂露腿，将肌肤大面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简直油伤风化。燕之乃大前堂堂7尺男儿，岂能穿这等不知廉耻的奇装异服？有伤风化，大哥，这是现代，大家都这么穿，你到底换不换？燕之立誓，绝不袒胸露腹。前任鸡盟商硬塞给我的这套开业传单玩偶服，这下可派上大用场了。行，不露肉是吧？你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是吧？等着，老板娘给你拿一套咱们店最高级别的终极护体神兽战甲。这就是神女口中的神兽战甲？没错，这叫黄金胖肌兽。你看这材质，刀枪不入；你看这包裹性，从头到脚连你一根头发丝都不会露出来，绝对符合你们大前朝男女授受不亲的最高标准。穿上它，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保安。好，燕之穿。尔等听好，一去上前，不得推搡。敢插队者，犹如此人，再有犯者，军法从事。我去，这炸鸡店的保安是个练家子啊！刚才那招叫什么？太极腿手吗？老板娘，你家这保安太有安全感了，我要给他投喂鸡腿。这少帅还真是个宝藏啊！
强哥，就是这家店。听说老板是个没背景的臭丫头，不仅抢了咱们的生意，还搞个玩偶在那儿哗宫取宠。断人财道有如杀人父母。走，带上家伙，过去给这臭丫头上一块。都给老子闪开！苏小满是吧？老子在这一片混了10年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抢生意。尔等找死！哟呵，哪儿来的大马猴？还想英雄救美？给老子趴下！一起上，宰了这只鸡！雕虫小技。这哪里是打架，这分明就是一场暴力与美学的艺术秀啊！以后若还有谁胆敢在此闹事，本姬定让他后悔来到这世上。老孙，给我们的保安大队长加个鸡腿，哦不，加5个。我的妈呀，累死老娘了！今天这客流量简直比春运还要离谱。霍大保安，别站岗了，赶紧过来歇会儿。这大冬天真是难为你了，别动，我帮你擦擦汗。你看你脸都热红了。神女，大千古训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此举与理不合。什么神女不神女的？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怎么，老板娘心疼一下自家员工，还犯法啦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苏老板，我不买炸鸡。今天多亏了你家这只武僧胖鸡，我的直播间数据破了历史记录。不知道苏老板今晚有没有空？我想请你看场午夜场的首映电影，顺便谈谈合作。他不去，立刻滚，否则本帅卸了你的腿。那什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个夜宵局。苏老板，我们下次再聊。喂，霍大保安，你把我的财神爷兼潜在合作户户给吓跑了，你这是吃没醋啦？此人眼神轻浮，绝非善辈，深夜邀约，定是心怀不轨。神女的安全由我全权负责，绝不能让此等宵小近身。行行行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吧。少帅，你刚才说他邀我去看电影是心怀不轨，那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电影？燕之不知，但想来必是某种能令人丧失心智的幻术阵法，或者是某种暗器迷宫。笑死我了，幻术阵法。行，既然你这么担心我的安全，那今天晚上你陪我入阵。神女要以身犯险。犯什么险啊？去后厨把你这身汗臭洗了，换上我给你买的现代衣服。今天这店老娘不守了，今晚换老板娘带你去约会。我去！神女，这衣物极其轻薄，且紧紧贴附于双腿之上，燕之实在觉得有失体统。体统个屁，帅炸了好吧？走走走，今晚本老板娘带你去见识见识真正的幻术阵法。神女小心，此地亮如其身，且四处都是这种无需牛马便能飞驰的铁甲兽，定是极为凶险的高阶阵法。放轻松，这叫霓虹灯，那叫汽车。跟紧我，别走丢了。这阵法好生阴险，竟用此等极品仙糖来麻痹我等的戒心。神女，我等绝不可中计。你这哪里是怕中计，你分明就是被现代工业糖彻底腐蚀了。少废话，入阵了。
带上这个法器。妖龙受死！神女悟净，燕之替你斩了这头妖龙！我操，有神经病啊！妈呀，这哥们儿是不是中邪了？霍飞鱼，你给我回来！那是假的，那是影像。假的？怎么会是假的？燕之分明看到他冲过来了，甚至能感受到他的杀气。那是3D 特效，那是电影，你把眼睛摘下来！快走快走，丢死人了！神女，燕之愚钝，未识破这现代奇巧之术，让你在众人面前受辱了。燕之罪该万死。霍大保安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的样子帅呆了。神女，本以为这种数钱数到手抽筋，还能顺便谈个绝世甜甜恋爱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已经打赢了北莽吗？这天下还有谁能把你伤成这样？是大前朝廷，大前小皇帝忌惮我功高震主，更忌惮我用神粮瞬间收服了北境10万军心。他勾结了北莽残党，以妖术惑众、意图谋反的罪名，连夜削了我的兵权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明明是在拼死保护他们。这就是极其残酷、极其黑暗的封建王朝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不仅如此，朝廷出动了10万最精锐的皇家禁军，由当朝太师亲自挂帅，已经将定南城团团包围。咱们有炸鸡，将士们吃饱了，跟他们拼了！拼不了的。我定北军虽然恢复了体力，但连番血战，兵器铠甲早已损毁大半。那是大前的军队，是我曾经誓死效忠的同胞，让定区和禁军自相残杀。无论胜负，大前的国运都将毁于一旦。神女，燕之此生战无不胜，唯独这一次，燕之保不住定白城，也保不住手下的10万兄弟了。今日一别，即是永诀。这扇门，燕之会用最后一口内力将其彻底封死，绝不让战火蔓延到神界。忘了我，好好活下去。你给我站住！霍飞鱼，老娘全款买下的店，老娘招来的金牌保安，老娘还没点头，谁允许你回去送死了？欺负我的人，古代的皇帝也不行。你们古人打仗就知道砍砍杀杀，今天老板娘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跨越了5000年的科技代差，什么是极其不讲武德的物理降维打击。喂，王老板吗？对，是我。你那个全江城最大的舞台特效设备租赁公司和大型烟花厂，你手里现在有多少现货？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今晚给我拉满一整个车队。苏老板，你要的货我连夜给你调来了，10台3000瓦的超大功率户外探照灯，2套能在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的顶级线座键大喇叭，3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，还有你要的那批大型商业庆典用的特级烟花，全在这儿了，带全自动电子点火系统的。这玩意儿放起来，半个江城的天都能给照亮。干得漂亮，回款马上转你。神女，这些黑色的铁兽既无刀刃又无弓弦，难道能抵挡10万禁军的重甲和工程车？少帅，时代变了，今天老板娘就给你上一课，打仗不一定要见血。在绝对的声光电科技面前，他们的心理防线连一张纸都不如。林冲，把红色的线插进这个发电机里。对，那个黑色的疙瘩叫插头，插紧了。飞宇，把这些探照灯全部一字排开，架在城墙的最顶端，灯口全部朝下，对准城外10万敌军。还有这些烟花，全给我摆在城门楼子上。记住，等我在这边通过对讲机给你下达指令，你就极其用力的按下这个红色的总开关。太师，时辰已到，定北城内毫无动静，霍宇夫那反贼定是已经束手无措了。哼，什么大前战神，
在老夫的10万禁军和攻城重骑面前，不过是螳臂当车。霍飞宇，你这乱臣贼子，听着！陛下隆恩，只要你立刻大开城门，自布双手跪地受死，老夫可保你手下将士全尸。若再敢负隅顽抗，待老夫攻破城池，定将定北城屠城，鸡犬不留！屠城！屠城！屠城！什么声音？霍飞宇在搞什么名堂？飞宇，发电机已全部满载运行，所有设备调试完毕。别跟这帮老举头废话了，给老娘亮瞎他们的狗眼！燕之，遵命。我的眼睛，我看不见了，是天罚呀！稳住，稳住阵型！弓箭手，给我射灭那些妖光！老家伙想射箭？你问过我的音响了吗？神怒，这是神明发怒了！霍飞宇会召唤天雷妖光！快跑啊！凡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天神？满满，这便是你说的不讲武德。接下来，让燕之为他们送上最后的烟火葬礼。那是什么？霍飞远这逆贼，难道真的能通神？天神发怒了，这是天罚！霍飞宇是雷神转世，打不过的，凡人怎么可能打得过满天神佛？雷神爷爷饶命！天神饶命啊！少帅威武！天佑大前，天佑定北军！万岁！万岁！无非一兵一卒，未损一刀一张，我彻底成了这广袤北境真正的无冕之王。满满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赢了。听到了，霍大保安，干得漂亮！老娘花了几10万买的特效设备，要是连几个古代人都下不出来，那我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。这里有极其至高的权力，有一期无上的荣耀，但这里没有他。林冲，末将在。出城收编禁军，接管粮草辎重。从今日起，定北城封城，北境大军由你代为统领，任何人不得侵犯神界波纹半步，违令者斩立决。少帅，你要去哪儿？本帅要去打工还债了，去他的大钱江山，去他权倾天下。我的命，我的人，我这颗心，早在那间充满炸鸡味的后厨里，被那个极其护短的老板娘极其彻底的买断了。我回来了，满满。燕之全许全委的回来了。你不是少帅吗？你不是大前的战神吗？你把10万大军打赢了，不在那边享受你的无上权力，跑回我这破炸鸡店干嘛？大前的权力太冷了，那里没有你霸道的指挥，没有你好喝的可乐鲜露，也没有你温暖的炸鸡。权倾天下，又怎抵得上老板娘亲手炸的一顿宵夜？算你识相，霍大保安。既然回来了，那这辈子的工你都得给我打到底了。求之不得。此后我便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。我回来前，率军攻破了北邙皇城，从他们的最高皇家宝库中找出了这世间绝无仅有的一件珍宝，作为我最后的投名状。
这是给我的。大前少帅霍飞羽已死于昨日之战，今日跪在神女面前的，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粗鄙武夫。这凤冠霞帔，乃是大前至高的诚意，焉知以此为聘，斗胆求娶老板娘，生生世世为老板娘洗手做羹汤，扫榻暖被窝。本老板娘讨厌画大饼，既然求娶，那就给我落实到行动上。